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 Plus。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渡边雄二先生所著的《危险的添加剂：如果不想得癌症，就不要吃这本书。在日本，最常见的癌症类型是大肠癌、胃癌和肺癌。那么它们的原因是什么呢？肺癌显然与吸烟有很大的关系。至于大肠癌和胃癌，由于大肠和胃是消化食物的器官，因此食品对它们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特别是食品中所含的化学物质，很可能会导致大肠和胃的细胞发生癌变。其中之一就是过去食品中所含的各种食品添加剂。事实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数据证实添加剂会引发大肠癌和胃癌。如今在便利店和超市等地方销售着各种各样的加工食品，而这些食品全部由2种原料制成。第一种米、小麦粉、蔬菜、水果、肉类、海鲜、酱油、味噌、糖、食盐等食品原料。第二种是着色剂、防腐剂、调味料、防霉剂等添加剂。这些食品原料是通过人类的饮食历史所确认的安全性，但添加剂却不一样。它们开始被广泛使用是在第2次世界大战后，至今不过才过去约75年，而且它们的安全性只能通过老鼠、狗等动物来进行测试，真正是否对人类安全，目前并不确定。那么，摄入这些添加剂的风险是什么？如何选择安全的食品呢？今天介绍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添加物的黑暗面；第二，合成甜味剂的黑暗面。首先是第一部分，添加物的黑暗面。现在，超市和便利店中销售的食品，许多都加入了大量的添加物，甚至不稀奇。包装上的原料名称中，经常能看到一些我们不太理解的外来语。这些添加物中，有一些是已经确认安全的，但由于使用历史较短，一些添加物的安全性仍然令人质疑。例如，著名的加工肉制品，如火腿、香肠、培根等，通常使用的添加物之一就是亚硝酸盐。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IARC 曾发布声明，指出加工肉制品增加大肠癌的风险。那么，为什么吃这些加工肉制品会增加大肠癌的风险呢？原因就在于，火腿、香肠、培根等中都含有发色剂亚硝酸盐。亚硝酸盐在变化过程中会生成强致癌物质，这些含有致癌风险的添加物，为什么还要使用呢？原因是，亚硝酸盐可以防止火腿、香肠和培根等食物变黑，保持它们的美观。火腿、香肠和培根的主要原料是猪肉，而猪肉中含有肌红蛋白和血红蛋白等红色素，这些物质在氧化后会变黑，因此，使用亚硝酸盐可以与肌红蛋白和血红蛋白反应，形成亚硝基肌红蛋白和亚硝基血红蛋白。这些物质呈现漂亮的粉红色，而且颜色长时间不会变化，这样火腿、香肠和培根就能保持鲜艳的颜色。然而，由于亚硝酸盐的反应性很强，它不仅与肌红蛋白和血红蛋白反应，还可能与其他物质反应，生成有害物质。猪肉中含有许多胺类物质，而胺是含氮的物质，植物和动物体内都含有，尤其是食肉、鱼、蛋和肉类中含量较多。这些胺与亚硝酸盐反应，生成了亚硝胺类物质，而这些亚硝胺类物质具有强致癌性，并且亚硝胺类物质在酸性环境中容易生成。如果亚硝酸盐和胺进入胃部，在胃酸的作用下，亚硝胺类物质会产生。换句话说，当我们吃火腿、香肠、培根等食品时，这些食品中含有的亚硝酸盐和胺在胃中发生反应，生成具有强烈致癌性的亚硝胺类物质。因此，从安全角度来看，最好避免食用这些食品。除了胃癌，亚硝酸盐还可能导致大肠癌。大肠分为上行结肠、横行结肠、下行结肠、S 状结肠和直肠，而癌症多发生在 S 状结肠和直肠。这些部位是消化过的食物，也就是便便的积存处。换句话说，
如果便便中含有亚硝胺类等致癌物质，它们会积累在 S 状结肠和直肠，作用于黏膜细胞，引起基因突变。随着这种突变的重复，细胞会发生癌变，癌细胞不断增生。因此，为了防止胃癌和大肠癌，我们应该避免食用引发癌症的添加物。此外，还有一些方法可以积极预防大肠癌，例如减少肠道内的有害菌群，增加益生菌，保持肠道环境的健康。大肠癌的原因之一是亚硝胺类物质。此外，还有可能促使癌症发生的酚类和吲哚等物质，这些物质的数量会受到肠道内有害菌的影响。因此，通过增加益生菌，减少有害菌的数量，就可以减少这些有害物质，从而预防癌症的发生。恢复肠道的健康环境，就是通过使用以乳酸菌为主成分的益生药物。乳酸菌作为益生菌的大量补充，能够抑制有害菌的生长，改善肠道环境，从而改善腹泻和便秘等问题。然而，如果想通过摄入乳酸菌来改善肠道环境，其实有一种比服用整肠药更好的方法，那就是吃原味酸奶。酸奶是将牛奶用乳酸菌发酵制成的，食用酸奶能够大量将乳酸菌送入肠道。如果坚持食用原味酸奶，善玉菌增加，恶玉菌减少，肠道环境会变得更加良好，结果像亚硝胺类这种有害物质的产生会减少，降低患大肠癌的风险。因此，建议积极摄取酸奶。另外，还有一个积极预防大肠癌的方法，那就是充分摄入膳食纤维。为什么呢？因为膳食纤维能够吸附有害物质并将其排出，从而防止黏膜细胞癌变。膳食纤维是植物中所含的果胶、纤维素、半纤维素、海藻多糖等，属于碳水化合物的一种。它们在胃肠中无法被消化，直接排出体外。膳食纤维广泛存在于小麦麸皮等谷物外皮和胚芽、蔬菜、水果、豆类以及海藻等中。膳食纤维具有吸附并排除有害化学物质的功能。在实验中，当给老鼠提供含有10%膳食纤维的食物时，与普通食物相比，它们粪便中的二恶英含量明显增加，而且肝脏中积累的二恶英数量也显著减少。膳食纤维能够吸附并排除有害化学物质，是大肠的清洁工。因此，即使有害物质如亚硝胺类、酚类、吲哚类等进入大肠，若摄取足够的膳食纤维，它们就能被排出，防止细胞发生癌变。首先，避免摄入添加物是最重要的。但如果觉得这很难做到，或者希望更积极地进行癌症预防的人，可以考虑摄取酸奶和膳食纤维，保持良好的肠道环境。接下来是第二部分，将讨论合成甜味剂的阴暗面。最近比添加物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存在安全性疑问的合成甜味剂被滥用。我们经常看到许多宣称零糖、零卡路里的碳酸饮料、零食、酒类饮品等，很多人看到零糖标签，就觉得这些产品对身体有益，容易不经意间购买。然而，这些商品通常使用合成甜味剂代替糖类。合成甜味剂是新进化学合成的物质，在日本开始使用不过20年左右，因此仍存在许多未知领域。关于它们是否真的安全，尚未明确。合成甜味剂正在我们身体里进行试验。事实上，美国波士顿大学的研究小组曾发布研究结果，指出每天饮用含有合成甜味剂的低糖饮料的人，脑卒中和认知症的发病率是未饮用者的3倍左右。此外，常用的合成甜味剂阿斯巴甜已被怀疑具有致癌性。阿斯巴甜的甜度是砂糖的180倍到220倍。然而，许多人在摄入阿斯巴甜后出现了头痛、眩晕、失眠、视力和味觉障碍等症状。据了解，阿斯巴甜在体内会分解出甲醇，而甲醇是一种剧毒物质，误服可能导致失明，摄入过量甚至可能致命。研究认为，头痛和眩晕等症状可能是由体内分解出的甲醇引起的。此外，2005年在意大利进行的动物实验发现，
阿斯巴甜能够引发白血病和淋巴瘤的发生。阿斯巴甜标签上通常会注明含有 IL 苯丙氨酸化合物，这是因为苯丙酮尿症的孩子如果摄入，会可能导致障碍，因此必须加上这个警告词。其他常用的合成甜味剂包括安赛咪 K， 安赛咪 K 的甜度是砂糖的约200倍，是一种在自然界中不存在的化学合成物质，它在2000年才被批准作为添加剂，使用历史也只有约20年，仍然存在许多未知。在一项实验中，狗食用了含有 0.3% 安赛咪 K 的食物，实验结果显示 0.3% 的组出现了淋巴细胞减少的现象，而 3% 的组则出现了肝脏损伤时会增加的 GPT 水平，并且淋巴细胞减少的现象更为明显。这表明安赛咪 K 可能会对肝脏造成损害，还可能降低免疫力。另外一项针对怀孕老鼠的实验发现，安赛咪 K 能够转移到胎儿体内，因此孕妇摄入后是否会影响胎儿是人们担心的一个问题。然而，关于安赛咪 K 的这些数据被忽视，就像糖类有其缺点一样，合成甜味剂也有其缺点。希望大家在这里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选择健康天然的食品，是我们对抗现代生活中潜在危害的最佳策略。希望大家能够从今天的分享中获得启发，做出明智的选择，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优先目标。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